俺老公愣头青，他去收破烂去了，一下子多给人家2000多块钱。你看收回来的这一堆金黄的东西，这难道是黄金吗？看颜色确实像黄金，一般收破烂不会收到黄金啊，多给人家2000块钱啥时候给我挣过来？我先看看。我觉得他就是个傻子啊！回家告诉我这是黄金，我一看气都不打一处来，直接让他在家跪搓一把。耶，你还真别说，你这俩金疙瘩重量这还不轻嘞，这脱手里边我感觉得有半斤重啊！看样是这应该是个人这熔炼出来了，这上面你看既没有擦丝，也没有老气儿，应该是采熔不久。因为我们平时主要的业务啊是回收过去的金银锭、银元之类的，你这俩我看着不老，这么重，这绝对是黄金。赶紧让咱老公啊别跪搓一板了。不用打电话了，我出来了。他应该不会跪了。你这鉴定黄金就看一眼，这鉴定结果不准确吧？其实是不是黄金啊，非常好辨别，尤其是过去的黄金。它这个比重在这放着了，主要参考的依据啊是上面的字口啥的。而你这个你看这个头不大，你看厚度也不厚，重量又这么重，它这100%是黄金无疑。你别说多给2000了，你就是多给2万，这换俩金疙瘩这也值啊。你别2万了，它就是黄金，它也值不了2万吧？黄金现在不是一斤才几千块钱吗？耶，我的妈呀！听你说话，你这把天都聊死了。这黄金哪有按斤算的？你像美国那么有钱，人家交易量那么大，黄金人家可是按盎司来计算的，1盎司是28.35克，咱们这黄金是按克来算的。现在1克大盘金价也就500多吧。不好意思，我收破烂收习惯了，啥东西都是按斤算的。这收破手机咋会有黄金嘞？这收破手机有黄金也太正常了。你可知道那旧手机主板里边啊，它上面都有微量的黄金，用什么药水可以把它们给提纯下来。这2疙瘩毫不夸张的说，估计没有几千个手机也提不出来这么多。具体多少个手机，那我也不想知道。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这2个疙瘩能值多少钱。具体值多少，你可以用你们的秤一下。你或者就是到那个金店啊，用他们的电子秤称一下标准重量，因为我们个人家里边的秤不太标准，称黄金有点太邋遢。你看当天的大盘金价，你用计算机算一下，因为我们经常玩黄金，可以从它这个底部蜂窝，你可以看一下，这看出来它这个黄金含量大概在99%以上。无论是过去的黄金还是现在的黄金，它这个提纯技术啊都已经达到那个炉火纯青了。我个人给你估的话，这2疙瘩半斤，估计按现在的金价来算，这没有个10来万还真下不来。10来万？对。那我这一下子发大财了。那可以。明年啊，可以让我老公好好歇2天了。我给他做一些好吃的补。那按理说收破烂赚大钱是应该好好的犒劳一下那老公，但是咱说句不好听的呀，那老公这是属于挣了一些不义之财。你想想人家用这么大疙瘩的金疙瘩，这得攒多长时间嘛？这个何况收那种旧手机也挣不了几个钱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我还得给他送回去了。没有。你这观念太宽了吧？我还想用它加工金属镯嘞。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当然你也可以采纳，不采纳。你毕竟这个别人也是当破烂卖给你，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反正捡一次漏也不容易，我真没想到你这一下子能捡这么大的漏。2个金疙瘩确实挺喜欢人的，这个咋处理你自己看着办吧。给。真假是没啥问题啊！那你肯定了，我肯定自己留住啊！好，8万8的彩礼，俺媳妇就给我带过来一块金条，我这越看越不对，别在这假的了。恁媳妇带过来的彩礼咋可能会是假的嘞？但是我目测你这个确实是黄金，重量估计还不轻呢。我看看这样的，我用秤也称过了，这么大一点也就是半斤，我总感觉像铜的，咋看咋不像过去的黄金。你这个金条个头不大，半斤左右的重量是对的。从它外边的颜色来看，确实是黄金。这么大个的东西，这脱手里边有点扎手，还真别说，这上面印的还有钢印，2面都有，具体是啥看不清楚。从这一个完整的地方来看，像凤凰，颜色火气大，不像是过去的黄金，但是含金量绝对没问题。
只要不是假的都行。再万一再弄个假的，这金条就麻烦了。那是。就这估计也得赔钱吧？赔钱倒不至于，现在金价真贵。你这半斤重的话，也得200多克了。200多克，你看现在的金价算的话，恐怕也得10来多万了。刚才听您说只下了8万8的彩礼，这100%不赔钱啊？其实我并不太懂这个黄金，我听俺媳妇说，这块金条是200年前墨西哥的黄金，古董属性很高。这个我咋给你解释嘞？墨西哥过去铸造了有银元，常见的是1元面值的，大小重量和袁大头一样，上面的图案是一只老鹰啊，嘴里叼着一条蛇。你这个图案，这个是凤凰，和银元差异很大，因为凤凰这个图案只有咱中国有，所以说这不是古董。其实我也不是听俺媳妇说的，这香港的有一家拍卖公司他给我已经鉴定报过价了，愿意给我出5000万。我发现你这个人很逗，来的时候怕是假的，鉴定是银元之后又说是古董，这绕一圈之后你又说有人给你报5000万，我这越听越离谱。你觉得就这点黄金，别人为什么会给你5000万呢？他们专业的鉴定人说了我媳妇这个嫁妆金条年份时间比较长，1年按250万的增值算，200年刚好5000万。只可惜他们说了没有任何依据。首先，这个200年的时间点推算的不够精准。你即使是1880年发行的银样，它距今也没200年因为过去是银本位，防止就是怕黄金流通。像这么大个的金锭，在过去几乎是没有。阴阳银元上面印的是老鹰站在仙人掌上叼一条蛇，和你这个金条上面印的这个凤凰出入很大。它不像现在的1公斤金砖，它上面可以印自己的 logo。过去的金条是国外打了应该有钢印，是国外的打了应该有钢印。再说你放200年的黄金，它外边的颜色皮壳也不是这个样子，新旧皮壳区别很大。说实话，我这咋看你这个金条都是现代的，就半斤重的金条，市场价也就10几万的样子。你别说香港，你就是拿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给你报5000万，那都是要忽悠你了。别人开的是国际贸易公司公司势力范围是非常厉害怎么可能会忽悠我？人家都说了到地方就直接可以掏几万，签合同就行了。说1000到1万金条没卖出去就提前给钱了，那都没安啥好心。你想想，本来值10来万的东西，一下子给你报到5000万，金条还没卖，先让你交几万块钱，金条没人买，那几万可是打水漂了。那是服务费而已毕竟这个金条这么贵重人家也有担心，别人还怕我中途不卖了，对不对？得了，再说先给钱，人家也对咱放心。你这种觉悟分明就是在替别人打圆场。我跟你实话实说，人家挣的就是你的服务费，价值10来万的金条，你这一下子就给人家几万，你说啥时候能回本？我建议呢，你先别去新港，对吧？既然恁媳妇儿的嫁妆，你还是问问恁媳妇儿，对吧？到底能值多少钱，就一清二楚了。我问他干啥？5000万到手之后，我要给他一个大惊喜。我感觉你还是稳重一点。老板，你这里有没有金宝银？金宝银，我做3个这一模一样的外观上反正有个大概就行，你先看看。我看你这3个，这有点像马蹄金这落手里边听声音的话，这有点像瓦渣子。这我没听明白，你这为什么要做一模一样的金宝银呢？我这不是怕别人打我马蹄金的主意吗？这3个几百万的马蹄金，好歹也是我爷爷祖传下来的。那如果真是过去祖上留下来的马蹄金的话，那价值确实不可小觑。因为马蹄金在过去是称量单位，就是像金银这些东西它是按成色重量论价值的。不过我看你这3个马蹄金有厚有笨，形状和汉代的马蹄金这区别很大。我也不卖你也不用过分的贬低我的马蹄金。没有，反正已经有专家给我开过300万一个的价了。你明白吧？像这种马蹄金，如果给你开300万的价，那我只能提前祝贺你，因为真正的马蹄金比较少见，上百万的话应该是它的这个市场价。不过你放心，我没有打你马蹄金的主意。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真值300万的话，你做什么金宝银那你可以直接用纯金的做了。那做纯金的话，那太浪费了。我这在压缩我的成本。因为我们是兄弟仨分家来。我准备给我2个弟弟弄个金宝银。那你这话说了，差点能让人惊掉下巴呀！
这当哥的这么做不合适吧？一般分家向来都讲究一个公平公正，人家经常说长兄如父，意思就是大哥在一个家里要带好头，如果有利益争执的话，咱说句不好听了，你这当大哥嘞，还得让弟弟们，对吧？他咋服你呢？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两个弟弟他们也都没在家。再说了，他们对这些马蹄筋也不懂，明白吧？其实我觉得啊，你也不是太懂，只不过专家给你报几百万之后，你这是见钱眼开罢了。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为了分这些不知真假的马蹄筋，你这自作聪明的弄虚作假，这有点可笑啊。你这啥意思呀？你嘲笑我也就算了因为我做的不太地道，说我马蹄筋是假的。那你有啥凭证啊？那我的凭证就是一目了然，就从你这3个马蹄筋的材质来说，首先马蹄筋顾名思义带是黄金嘛，你上手来听一下它的声音，你看这声音可不是黄金啊，镶金铺大银，黄金的声音可不是这种响法，这声音啊它就像挖渣子一样。挖渣子是啥？你可别告诉我这是你用泥巴做的吧？哎呀，你这鉴定结果也太搞笑了吧？肯定不是用泥做成的，不然这黄呢它早都碎了。只能说你这个材质它不是黄金，具体是啥还真不知道。还有你这个造型啊，和过去汉代的马蹄筋区别也很大。过去马蹄筋是内凹中空，它的形状都像马蹄一样，而且有标准的重量，一个是250克整，所以你这形状重量都不符合。而且你这还犯了一个很可笑的错误，就你这么大个，你看边又这么厚，我这拖着也就100多克而已，你这要是黄金怎么着也得有1斤了吧？哎，我看就你聪明，人家大城市的专家难道就没看出来吗？人家为什么要给我300万一个呢？那给你300万是他们的套路啊，只有把价格给你抬高一点，后续你才心甘情愿的给他拿点钱，不像我这实在，真假都告诉你了，恐怕你1分钱也不给我。所以网上专家给你估高价，就是后续准备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了。你先等等啊！你说我的马蹄筋是假的，对，就是假的呀！依据在哪里呀？祖传的还有假货吗？正儿八经祖传的不会有假货啊！为什么说你这个不是祖传的？这很明显，你看这外边就是点镀一层，它类似于黄金颜色的东西，尤其是像你这不懂行的，你看上去金灿灿的，就以为是真正的黄金，岂不知啊，这些东西在我们专业人眼里边啊，它都是一眼假。那我懂了。那也有可能是我弟弟忽悠我的提前给我来个狸猫换太子，那我得拿着东西去找他去那有可能真是你们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我给俺爷收拾房子嘞，收拾出来几十种这种冤大头这俺朋友给我要走几个，这又打电话再要几个。我看你这都是入皮壳带粉的冤大头，包浆味道都不错，这几个的要，这可费钱啊。那费不费钱我不知道，我刚才还以为是假的嘞，还是俺老公提醒我，务必让你鉴定一下真假。就你拿过来的这些冤大头啊，这根本就不用对比光光，你看这哪一个这都是味道比，壁面包浆啊，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从这些银元的状态来看，足以说明那爷啊是一个资深老厂家。你像一般的新手啊，根本就没有实力去买这种味道比。那朋友这是尝到甜头了，几个的话恐怕这不便宜啊。能值多少钱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嘞。因为俺爷都是个扫大街嘞，一个月也都1000多块钱吧。平时他都喜欢玩这个。一个月1000多，玩这种皮革带粉的恐怕不现实，因为这些银元啊、评级盒子币啊，质量最好、价格最贵的就当属 PCGS 了。它这个评级公司啊，不像某些国内的盒子币有人情分，分质和银元的状态把控的比较严格，所以啊，你这银元就显得贵一些了。扫大街玩这些银元，这说出去恐怕没人信啊。那忘了跟你说了。那俺爷以前他是个做生意嘞，有钱都买这儿了。当时俺家人都不理解啊。那这些东西它应该不值钱吧？那你想20年前，像这些冤大头确实不值钱，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吧。那时候银子才1块多一颗，26.8克银子也就几十块钱而已。现在银价一颗都涨到了7块多。再说句不好听的啊，你把这银元拿出来卖破烂，这拿一个也得200多了。乖的，这一个200多。那我上次给俺朋友给他6个，他也没给我说能卖1000多啊。这又给我打电话说要10个嘞。
你这个朋友确实尝到甜头了，不然不会给你狮子大张口。我刚才还跟你说卖破烂200多，就光外边这个亚克力的盒子，医院去评一下机就得200左右了，还不算来回路费。不会吧？一个给200的评机费？对。那这几十个的话都得几千块钱啊。对呀。那这究竟到底图的啥哎？图的啥？其实就图他一个状态吧，图一个心里边踏实。因为你这是一个医院小白，不了解这种合资币的规矩，也很正常。哎，你看一下那爷的这些冤大头，首先来说他的状态，这个个这都是味道币，像这种老财啊，本身就很难形成。你包括他整体的状态，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咋说呢？评级啊，整体把控的比较严格。你像这些分支与分支不同啊，它这状态就有差距，也就是入盒能给到分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100块里边有10块能给到分儿，这个几率就很大了。当然分值越高，状态也就越好，这个价格啊也就自然越高。我看你这里边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年份，鉴于你这些味道币啊，我感觉一块1000多块钱吧。啥呀？一块1000多？对，大概价格。虽然你没有告诉我具体的价格，这叶子6块都好几千块钱了，那俺朋友连给我说都没有。没告诉你价格，可能是怕你伤心吧。毕竟这一下子，对吧？你大方给人家6块，虽然说那是那爷的，但是它也有价值啊。我觉得吧，那爷挣钱也不容易，你最起码你送人，你得跟那爷说一声。你这要说出去的话呗，那也得撵我3圈子。那是。这幸亏他出去旅游去了，那我还得给他找俺朋友要来。你说的太对了，这老头出去旅游几天，你虽说借打扰卫生的名义啊，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你却把那爷的宝贝啊都送给那朋友了，让那爷知道了，肯定得出事不可。老年人的脾气，其实他就像那小孩一样，这些医院就是他的玩具，一顿饭可以不吃，这玩具丢了，这可心疼人啊。你说的对，我得赶紧去找我朋友，对吧？必须叫这几千块钱给俺爷要回来。哎，对，谢谢你，老板。没事，赶紧去找吧。今天就1.2中节嘞，我同学送我10块石头当礼物，说是把我当亲兄弟对待。哇塞，你这个同学果然对你够亲的啊！这10块，这可不是什么石头啊，石头哪有这种造型啊？再说石头也不是这个颜色啊。我感觉也不是什么石头，我同学说他是在家里拿的。今天送给我了，那也就是我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还得妥善处理啊。看造型的话，这种是明清时期的碎银锭，你看它这个锭面都带这种螺丝纹，大小啊这都有一定的重量。你像过去啊都是以两为单位，这种小1号的是1两2两，这种大的也就是3两了，正儿八经的雪花银。你拿这些准备卖了吗？这是他昨天送给我的6·1礼物，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买东西，卖了我就给他去买点小礼物。我看你们这是属于年龄不大，礼尚往来的这种观念还是一套一套的。主要是你们年龄小，彼此之间啊可以赠予一些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对吧？没必要非得拿家里的东西送人。一是不知道价值，二是啊这些银锭也不是你们这个年龄所玩的。对呀，我要他们就是没什么用啊，正好换点钱，我准备给他买一套书送给他。那你们这来回瞎折腾是图的啥啊？既然别人送你的东西，你就不能随便乱卖，你要把它收藏起来，留个纪念什么的。昨天才送给你的东西，你今天就转手就卖掉，这也太不合时宜了。我跟他说了，我确实要他们没什么用。再说我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吗？因为我也没有太多钱去买书。按你这个年龄，确实没有太多钱去买这个书。与其来回折腾啊，倒不如把这些碎银锭原封不动的给它还回去。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啊，就挺好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太多意思了。你见过谁送给你一个本子，然后再给他送回去？跟你说实话，这样的事儿太常见了。礼尚往来啊，其实就是增进感情的一个表现。以你们这个年龄还不能完全去支配啊这些银锭，这种明清的碎银锭啊，虽说价值不高，但是存世年限却很长了，距今少说也得有好几百年了。乖乖嘞，好几百年了吗？对啊，没有500年，这也得有300年了。因为这种造型在明清那个时候啊，它是当时的主流货币，过去是银本位，都是用这个银子来完成交易的。你不要看他们这外形上，对吧，有点发黑，它的含银量可是998，在过去被称为雪花银，纯度啊，它就像雪花一样白，也就是说它的含银量很高。
毕竟银子价钱便宜，关键是它的这个古董属性贵。因为你拿这10个，虽然说这定面没有落款，纯塑定，但保存的你看一下都非常完好，属于可收藏的品相。就这么给你算吧，10个的话，现在怎么说也得有1斤多，就按21克，这一堆这都1万好几了。啥呀？这一些破烂石头能卖1万多？对啊，这价值也太高了吧！我从小到大的压岁钱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像这些银锭啊，根本不是你们这个年龄所能玩的。第一，这些银锭这都是过去的古董，所以价值很高。第二，即使这些东西你送给别人，这东西肯定得经过大人的同意。你同学肯定没有告诉他爸妈，就把这些银锭送给你了吧？他肯定没有告诉叔叔阿姨。我是他爸妈的话，我也不愿意把这些给送人，毕竟好歹1万多块钱呢。你说这最后一句话可说到点子上了哈。虽说这些东西貌不可扬，但是好歹他们值1万多，就冲你这关键性的一句话你也不能把这个银锭给他卖了，更不能要他的银锭，赶紧这个原封不动的给他还回去。6一儿童节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不一定非得要赠送东西。你说的太对了，他不给我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好朋友。好，给他拿回去吧俺邻居收拾老房子嘞，收拾出来6块银元。你看1800卖给我，我亏不亏？1800买6块肯定不亏1块才花300，你这是捡漏的接受只要不假就行了。来，我看看啥来。说什么怕什么？我朋友说就是假的。他说银子现在也就是7块钱一颗，他想200块钱一个给我买走。银子确实是7块钱一颗，关键是他想出200一个给你买走，这属于居心不良我看你拿过来了这6块银元不假，你不要看他们笔面带包浆，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7块银元如果是假的话，你想想他为什么一个200给你买走嘞？于理不通他说银子不纯，银子应该是白色。说我的银元都发黑发乌，再提纯的话还麻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听出来了，那朋友给你按银子价算的，关键是他这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只可惜没有人愿意把银元烧化了去炼银子。你别听他瞎胡扯，你说谁会傻到银元按银子价算嘞？我邻居就是跟我按银价算的。他说以前10几年前说100块钱一个卖过。现在贵了就卖给我300一个。300一个卖给你的话，那只能说明那邻居不懂。你说他这是收拾老房子收出来了，极有可能是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你看从这个银元笔面包浆就能看出来。我当时也感觉，过去家传的银元，不应该有假的，对我朋友这无情的这么一打击，好得1800块钱了呀。那是嘞，过去的银元也有那种老假。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6块银元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包浆，不止真假完全没问题，而且你是相当于捡个大漏，因为这6块银元其中有4块龙洋，绝对是有钱赚。你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边就行了。我并不求能赚多少钱，我这个人嘛，平时就喜欢过去的那老银元，只要不假就行了。你看看能不能赚200？赚200，你这想法太保守了。听你这意思就是不假就行了。看来你也是对银元不懂行情。我简单来给你说一下这6块银元吧。按币种来分的话这个你这是龙洋多，大头少，因为龙洋它这些发行年份普遍比大头早所以说品相你看吧，这里边都说不咋好吧，但是龙洋比袁大头贵你看你这是3块江南1块北洋。3块江南虽然说是龙洋，但好在笔面无伤无戳都没啥大毛病。这1块现在这么着也得个1-2千了吧，这都6000了。另外最贵的当属你这1块北洋，而且你这个北洋还不是普通的北洋，你看它这个山和普通的山还不一样龙鳞还行吧。这一块这么着只可惜你这个带个小戳也能卖个2000，这都8000了，对吧？再加上2块大头我看了也没什么斑，都是普通的大头，好在笔面包浆不错，这这么着也得卖个1000。你看8000加个2000，对吧？这都1万块钱了，
乖乖嘞，那照你的意思来说的话，我这一下子赚完邻居好几千啊！对，确实好几千。这传出去的话，别人该说我是一个小人了。哎，小人还真不至于，毕竟啊，你对这银元的行情也不懂，连真假你都看不懂，你都把这个1800甩给别人了，万一假了，估计人家不会退给你钱。你这叫做捡漏，也就是那邻居不懂，被你误打误撞，哎，捡个漏吧。其实我跟俺邻居呢吧，关系倒是还不错，因为他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改天我再补给他一些钱。那是，倒是俺朋友知道吧，差点应我一下。哎，其实那朋友啊，也是看你捡漏了，他也是想趁机捡一下你的漏，只不过是漏没捡成被你发现了而已。他确实没法跟你比，你这发现挣钱了，要跟那邻居不差价，这说明你为人厚道。咱说句实话啊，这钱也本来该你挣，毕竟捡漏一次也不容易，该怎么操作你自己看着办吧。哎，我回去就落实这个事儿，100年的便宜我也不会赚他的。谢谢你啊，老板。没事，非常感谢啊。没事。过去了啊。俺爸收泡篮收了一个铁疙瘩，回去我吸的人一吸，竟然吸不住。我怀疑啊，他可能是白金的。白金还倒不至于，不过看你这外边的颜色，倒像是银的。看大小、托重量，这应该是10两的银锭。咦，我上网查了一下，像这种字口齐全的古董不便宜。有人给我出价500万，你说我卖了亏不亏？有人一下子给你出到500万？对呀，那确实是比白金还贵了。一般像这种10两的银锭啊，是300多克，500万的话，这一颗划到了1万多了。你即使字口再清晰，再是同治年稀少的锭子，也不至于说比那个老金还贵吧？老金是啥？我这有没有可能是老金？不然的话，不会有人一下子给我出500万啊！给你出500万的人啊，那都是网上的专家，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忽悠你的这个鉴定费。而你这也不可能是老金啊，这个老金啊，它是全世界最贵的金属，颜色和铂金接近，一般都是用在飞机上当催化剂了。再说以过去的那个科技啊，也提炼不出来老金，更做不成这种银锭啊。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是古董哎？已经同治年间的东西啊，离今年已经有100-200年历史了。物以稀为贵。那再物以稀为贵，也不可能值500万啊。你说它如果是一个金锭，你好歹市面上没见过，或许能值个500万。像这种10两的银锭，它就是清朝那时候的流通货币，到处都是。现在纯10两也有。你像这个很多这个过去的地主啊，包括家里边条件好一点的过去，他家里边存的都有这种10两的银锭。有是有，但是我这个好像是宝贝一项，专家都说了，上面的字口轻，有什么官定，所以才给我出500万的。这个给500万完全是一个骗局，骗你的这个鉴定费，你当心点就行了。你这个字口，哎，确实是很清楚，是的吧？徐福同治10年，将祥泰，哎，这属于3派官锭，典型的四川锭子。一般官锭啊比商锭贵，这个锭子啊。占了很多优点。第一个就是字口轻，哎，又是少见的3派锭，哎，如果是真的，确实能卖一个这个好价钱。但是通过它这个清晰的钢印，你看一下它这个字口，明显这个钢印不对，字体啊也不是过去的这种字体，这一看就是电脑体。电脑体啊和过去的钢印区别很大，而且地面你仔细看一下，这有点露贼色，尤其是发黑的部分。包浆这看上去不太自然。定制真假其实最好辨别的就是它这个蜂窝。你看你这蜂窝这孔看上去特别大，很不自然，所以你这个锭子也就是现在的一个仿品。反正这是那把收破烂收过来了，你当天收过来的东西，这100%不会亏哈。跟你说实话吧，成本不到1斤铁，就按100块钱算吧，再加上找10来个专家，花了几千块钱，绝对不亏。找10来个专家，对呀，还一下子花好几千。是的呀，你这种做法让人费解啊！你本身你这是当收破烂收过来的东西，你找专家花好几千，那你这还有啥钱赚？你这相当于里里外外这赔几千块钱啊！赔啥钱啊？他给我都说估价是500万，现在花了几千块钱，你别问那么多了，你想你开个啥价吧？这个你想卖多少钱，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多少钱收了，我也不羡慕。可是你这个锭子，我咋看这都是漏洞百出，无非也就是现在的一个银子仿品而已。就目前的一个现在银价，
这个7块左右吧，你就按30百克，大概价值也就30千块钱呗。咦，得了吧，简直2-3千块钱。对。咦，你早说我都不让你看了，我也找网上专家去卖吧，卖我500万吧。网上专家都是忽悠人了，你听我一句劝，及时止损。咦，你别管了，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咦，那好吧。这俺爷啊，家传了一块老银元。我去了很多回收店啊，他们表示都收不起。哎，你看你能不能收起了？哇塞，你这个是民国16年的石铸币，如果是真币的话，一般人确实收不起。我看你这块币品相不错，别人不收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原因啊。哎，就是没有其他原因，这银元绝对是真币，从俺爷那一辈传下来了。小时候我都经常见。你小时候常见的话，应该也就10-20年的样子。不过我看这个银元币面，你看刚才多少都有点朱砂锈了。说实话，这种样币我也是第一次见，总感觉这个压力啊不太舒服。我看这币面包浆也不是一眼开门，总感觉怪怪的。我想问你卖多少钱？我想卖的是越高越好啊，关键是别人都买不起啊。别人给我300万，折腾一圈，现在给100万都行。你这价钱降了挺猛啊，从300万一下降到100万，一下子200万的差价没了。说实话，咱普通人啊，一辈子有时候想挣200万都很难，而你这轻而易举的少要200万，看来你这个要的价位还是挺浮躁的呀。不是我浮躁啊，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你想想，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那是一下子给别人要300万出来，都不是了呀。这个具体多少钱啊？不是我们随便给别人要的，因为你这个民国16年的石铸币啊是样币，因为它这个存世量极少，才值这个数。这和大家是否挣钱容不容易没关系。首先，买这种银元你得有底气。刚开始我确实有底气啊，那北京的专家给我300万，但是折腾了几个月啊，花了我好几千，也没有给我卖掉。肯定是300万给你卖不掉。你这是典型的遭遇了网上的骗局，300万给你报了都不是真实的价格，他们也根本给你卖不掉。你花好几千啊，那才是别人要挣你的钱，所以你这是花钱没办成事。可被你说着了，就是我要的价钱太高了，太高了，所以我就相当于磨了一下棱角。现在都要100万。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这个和这个磨平棱角，没关系，因为你这个银元有问题。像这种民国16年的样币，当初它这个板设计的是有问题了。我们行内称之为孙中山的陵墓银元。你看它这个背景是中山陵，民国16年啊，中山陵还没有修建成型，所以当时设计这个背景啊，有些细节不全。另外，这个模具啊是国外的设计师设计的。设计师他并没有见过孙中山先生，所以当时孙中山这先生这个肖像设计的五官也和他本人不太像。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模具设计的不够严谨，所以当时并未发行，只留了少许的这个样币存世而已。但是你这个银元无论是包浆还是壁面压力，壁面你看虽然说有少许的这些朱砂锈，但是包浆并不开门。虽说咱没见过样币，但是你这压力啊，尤其是它边齿的压力，你看一下，很明显不行。这种边齿就是一眼加，样币压力应该是很足，所以暂时只能说你这块是银币而已，大概价值也就是200块钱的样子。不可能，以前都根本没有假币啊，你这200块钱是看不起谁了？没有。休想忽悠我，你也太小看我了。并没有任何看不起你的意思。你说过去没有假币这句话，我并不认同。即使在晚清、民国那时候也有造假的。你想想，以假乱真，它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你这个银元材质是银的，时间并不算长，是属于近些年的真银假币而已，时间也就20-30年的样子吧。你这时间点看来是有鼻子有眼的，对。但是你这么说，我并不认同啊。少100万我还真不卖，大不了再放20年以后再卖。你别说你再放20年，你就是放30年、50年、100年，它也不能变成真币，因为它这个压力太服了。你像过去的造币机器啊，和现在的机器区别很大，所以币面它即使生成包浆的话，它也改变不了它这个假币的这个标签。你这是危言耸听，这不试试咋知道了？万一成功了嘞？谢谢你的坚定啊！不用客气，你试试也行。好。
我在家闲着没事我看俺朋友银元有点脏啊，我给他用火烧烧，你看咋烧成这样来了？银元背面带包浆，千万不能用火烧，你用火烧也烧不白，烧了之后啊，确实很难辨认真假。我看看这样来。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啊，那火烧店里既然说这假的，为什么一个还能给我500块钱嘞？这不是瞎扯淡了吗？既然有人能给到你500，那只能证明你这2块银元不假。我看这背面也是一眼开门了，好在你这烧了也不怎么狠，最起码没烧化。简单的来看也不算啥毛病吧。而且这2块还不是普通的呀，这个袁大头这是8年的接上点，好在里边还有一块假辰龙，银元不假，可千万不能500块钱卖了，不然太亏了。那我肯定不能便宜卖了吧？俺朋友这次对我意见可大了。他专门找人评估一个字，说一块值50万，值不了50万一个。所以说8年和这个假辰啊，比大小都贵一些，但是平时啊也比较常见。再说你这2块银元，即使不烧的话，现在来看的话，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优点。那朋友应该是在网上找了专家评估了，他们估50万一个，极其不靠谱。我感觉不靠谱。如果真值50万一个，别人不可能只给我500啊。对，这中间错的价格有点胡扯了。对，首先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你这往轻了说，你也就是手狂一点。好好的银元你用火烧，这是最大的忌讳。好在这俩币种比较常见，最大的教训啊，无非也就是按市场价跟着朋友买回来呗。关键是50万一个，这可不是小数目。我都是现在叫房子卖了，现在也凑不到100万。那100万肯定是不值啊，那都是网上专家估高价的骗局，价钱估得挺高，让人听了挺开心。关键是市面上肯定没有人给你出那么多钱，你就按市场价去赔那朋友，这不就行了吗？那问题是关键赔多少合适？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儿，本来家里也没矿，我都一个上班的。你说这咋弄？你稍安勿躁，我给你就这2块银元的价值大概来说一下。首先啊，像这种老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你用火烧也不可能烧白。外边的包浆，说实话最忌讳的就是用火烧，烧了之后啊，它的包浆会掉势起移，火的温度啊，它这个高低决定着这个银元边齿的软硬，温度越高，使银元的边齿变软，不易分辨真假。所以在家里边，无论啥样的银元，绝对不能乱烧。就以你这2个银元没烧之前的这个为例啊，像这种8年是常见的接上点，你看背面，它有伤，但是无戳。品相算通货，也就2500一大关。而这个江南假辰啊，它是属于典型的神龙。江南币里边啊，它这个纯石量也是最多的假辰。背面的话，你看也带伤，划伤还不止一处，所以这种品相也就2000以内的样子吧。照您这样说的话，这2块银元还不到5000块钱嘞。对，那我这几天完全虚惊一场。那这不是俺朋友家勒索我了吗？勒索你倒真谈不上，只不过我们大家啊都是普通人，对这些银元的价值确实是不懂，不然也不会找那些网上所谓的专家给你乱报价了。网上专家给你报50万一个，完全是忽悠人了。这个他们俩，说实话你也不必当真。关键是俺朋友他当真了，把我搞了这2天，也不知道咋弄了，头疼了不得了。你看我咋处理啊？这是这个处理方式非常简单，因为造成贬值的责任啊，完全在你，无论值多少钱啊，你这个认错的态度，非常关键。再说了，你们之间这都是朋友，关系应该不会差了。大不了你就按照这2个板，再给他买2块稍微品相差不多的补偿一下，请人家吃个饭认个错，这不都啥都过去了吗？你说的这还是个理儿，对吧？这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那中谢谢你，谢谢你。没事。中。没想到这我老发财了。你看俺家祖传的这2块龙羊，这一个竟然管顶70万。哎呀，70万一个太夸张了吧？我看你这俩这都带戳字啊！你看这个庚字，戳字很明显，这个壬寅这有一点不明显，但是不细看不出来。谁跟你说这70万一个？我朋友他家里还有10块的，还有几块的，可卖100多万。100多。我们俩准备好了，祖传准备上上海去卖去。
哦，那朋友家的银元长啥我不知道，就单说你这2块啊，虽然说这个人银和庚子市面上并不常见，但是江南币的通病就是10个江南9个戳。你看你这银元上面有戳记有划伤，指望这品相也卖不了啥好价格，你可别被那朋友带偏了啊。都是几十年的关系了啊！我朋友他光骗我们，动车票我们俩都准备好了。我都是来上你那估价钱。那既然动车票都订好了，你又出来找我问价，这说明你也是不完全信任他。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像银元笔面带戳字的，这些都是过去钱庄为了检验银元的真假打上去的。在过去它是丝毫没影响，但是对于现在收藏来说影响很大。这戳字啊，它就相当于是伤啊。你也别挑毛病了。没有，我就问问价钱。如果你要是给70万的话，我就不用去上海跑到一能掏个冤枉子了。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出的价格和上海一样，你就可以省一笔来回的开销。但是我感觉啊，你这银元品相价格它是直接挂钩的。你又说我是挑毛病，别人之所以给你报70万一个，应该是看你们不懂，是想借高价忽悠你们过去。然后趁机啊骗取你们的各种鉴定费用。我是卖银元的，对，我真可能把银元没有卖的要钱先给他的。那是，我不会傻到这个程度。你实在一点啊！你给我叫到俺的老朋友也介绍要卖的。那朋友的生意恐怕做不了啊。不过听你说啊，这个银元没卖出去，不会给他们钱。你这句话才是人间清醒。就你这2块江南龙阳而言啊，你像庚子壬寅平时确实不常见，常见的都是那种甲辰龙。在8个有纪年里边，包括这个庚子壬寅，这都是属于新龙啊。新龙整体龙鳞还稍微好一些，因为龙阳主要是参考它的这个龙鳞的。但是你这2块实话实说，因为笔面带戳，这龙鳞具体怎么样咱也不细说了，就笔面带戳这而言啊，你看一下你这个庚子，这是惨不忍睹，这一下子有好几个戳。另外一块壬寅虽然说戳字不明显，但也算是美中不足。我个人看市场价的话，这一个也就2000左右吧。2000一个？对。那2个4000，对，那你估的也挺好的呀，有鼻子有眼的，我肯定不卖给你。人家给我70万一个，你也买你弄啥嘞？你这句话问的非常好，人家给你报70万一个，并不是真打算买你来，只是给你报价，忽悠你过去找他们。你想想，如果真值70万一个的话，人家早就屁颠的开着车过来找恁了。你说的也对，对吧？我正纳闷这个事儿，是吧？我们要带着银元过去了，难道他们不准备给我们钱吗？那肯定不会给你钱，因为像这种带戳记的银元啊，本身就不值70万一个，市面上2000到处都是。等你们过去之后，来回的车票空计估计得1000把块，然后他们肯定会忽悠着你鉴定啊、拍卖啊，反正是乱七八糟的，巧立名目让你掏钱呗。我凭啥掏钱呢？对，你说的对。70万一个，他们说了70万一个，我是去卖银元的，我照样。照你这说，这里头还有哭角了。那你想想，你到了人家的地盘，人家肯定有一套他的规矩和话术，恐怕你不掏钱，那70万你也拿不到手。即使你乖乖的掏钱，那70万，也不会给你，因为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很清楚了，你这俩江南龙，他一个也就值2000，所以你需要注意的，就70万不给你，你别给他们钱就行了。你说的对，对吧？我不会傻到会给他们钱送钱的啊！对，谢谢你啊，你提醒。没事。3万块钱跟俺朋友那儿买了6块老银元，没想到一夜子能赚几十万。你看看你这有没有实力全部给我消化掉？几十万的银元肯定是可以帮你消化掉，关键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的银元能会有那么大的漏吗？真值几十万他会卖给你吗？我看看啥的吧。我跟你说实话吧，主要是俺这个朋友他不懂。其实我也不咋的懂。但是我在网上查询价格了。一夜的管值60多万。你这总共是6块银元数量对吧？对。 2块龙阳，3块大头，1个小头，这查询的价格这水分很大。好在你这几块银元币面这都是无伤无戳，可以肯定了呀，这都是我们老百姓家里边的藏品。银元这是一眼大开门，这里面除了北洋龙，你看是一块短尾之外，也没看到其他银元有啥斑。这3万块钱买回来的话，我咋感觉你这价格有点贵了嘞？贵？这有啥贵的嘞？1块银元才花到5000而已。对呀。
关键是我叶子能卖65万多，这不是有盈余吗？你这不能光听别人的报价，也不能一味的去算差价。关键是你这6块银元也没有卖掉。其实从这里边啊，能看出来你对银元也不懂。幸好你这是买朋友家的，两家人协商一下，多少还能退掉。如果是买别人的话，那恐怕说不清楚了。退，我一晚上要给他退了。你这鉴定的也太不负责任了。别人给我65万，那是因为他离我离得有点远。想着咱是邻居的，这卖给你。说实话，现在距离已经不是距离了，高铁、飞机出行非常方便，转账也是分分钟到账，也很便捷。还有就是咱们卖东西的话，肯定是谁出的价钱高，咱优先卖给谁。关键是你这6块银元一下子给你报65万，那都是网上的一些专家吧？呀，什么都瞒不住你啊！那都不瞒你了，确实是一位广州的专家给我报的。人家说了，到地方直接给我钱。你这也太天真了！如果真值65万的话，你别说你带着银元去找他们，他们光听你这几十万的货，他也可以过来找你啊。还有就是你这6块银元太常见了，他们100%不会给你那么多钱，更不会来周口找你。你说好像也有点道理，有吧？我应承了他们108次了，他们都以太忙为借口拒绝我，里面难道真有啥猫腻吗？肯定有猫腻啊！你想想，你如果这6块银元真值几十万，这绝对是有利可图了呀，无非也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既然你对银元不懂，我就随便给你说一下，你这里边最贵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北洋短尾。我们常见的34年北洋是长尾龙，而你这个是短尾，比常见的就这一点区别，加上它这个存世量略少一点。看你这个食物状态属于原味，龙鳞各方面还都不错。你让我来估价的话，恐怕这一块才勉强够本。你可别吓我，我胆子比较小，按你的意思，这里面最贵的才值5000。对，你这说的我咋不信啊？你不信是因为你不懂，我感觉跟你说剩下最便宜的这个小头，恐怕你更接受不了。像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种小头啊，你这个状态还不错嘞，笔面比这其他的你看带远光，像这种状态的话，也就和你这个里边的这大头价钱差不多，因为你这仨大头，说实话也没啥斑，顶多也就是通货品相，这4块也就4000块钱的样子。我没听错吧？没听错。4块加在一起才给我4000。对，你别说赚钱了，按你这样的算的话，我这不是倒贴钱吗？所以刚才你说5000块钱一个买回来，我都告诉你本钱都不够，剩下来这个加成啊，我也不给你估价了。通过你这3万买6块银元来看，只能说明，网上专家给你报价太不靠谱，所以给你报那么高的价，后续啊就是挣你的各种鉴定拍卖费。你这说的有点玄乎，怎么才能证明你说的没问题嘞？因为咱俩也是第一次打交道啊。那是，我这个太好办了，你只需要证明这6块银元值不了65万就行了，办法非常简单。你拿着这6块银元，挨个孤儿店去打听价钱。当大多数人都说值不了65万的时候，你自己就死心，到时候给那朋友退回去就行了。行吧，那我都按你的教我的方法，我去试试去。去试试去。先谢谢你了。没事。我这个婆婆也不知道咋想嘞，给我一把又破又脏的小硬币，你赶紧帮我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这可不是小硬币啊，这都是清一色的东三省2角小银号。真假完全没啥问题啊，这笔面这是1眼开门的状态啊。咦，是真的我都放心了。他让我拿来当传家宝嘞。这不是闲着玩的吗？这么小的一点，传出去不定让人笑话吗？当传家宝完全没问题啊，你可不要看它个头小啊。这些东三省小银号，你平时在咱这并不常见。你按面值来算的话，5个能换一块冤大头。关键是你这品相状态，包括它这包浆都这么好，而且还是一窝深坑美品，这数量还不少嘞，这估计得几十个。数量我都没有说。再上称了，这一大把还不到1斤嘞。他即使是银子又怎么样？这银子现在便宜的给啥哈？那你说的很对，银子确实是不值钱，才6、7块钱一颗。对呀。但是你这些东三省2角小银号，这质口龙鳞，对吧？非常好，它肯定不能按重量算了，这能值多少钱？这都完全看品相状态来估量。得了吧，连大金属都不要。昨天我用10来个，还给俺妈打了一副银手镯嘞。10来个加工一副银手镯。对呀。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这啥年代了？你要说在以前大家都不懂，
你拿个银元，拿几个银号加工个手镯很正常。你现在买副银手镯，这也用不了多少钱啊。关键是打金师傅还怪配合嘞，直接给你烧了。对呀，他给我烧了，他说这银子不纯，而且还加工了整整一上午，反正把他累的不轻，最后我还收了我200块钱的工费嘞。收多钱的工费是小事儿，关键是你遇到了这个打金师傅啥都不懂。这银号其实和银元一样，都是9银1铜，他掏满金挣了200块钱，他却毁坏了10个银号，这价值，这是比买手镯还贵几10倍嘞，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感觉啊，这打金师傅没文化真可怕呀。你说的到底是啥意思？难道我这些小硬币很值钱吗？对呀。你赶紧帮忙看看，到底能值多少钱？那你比你加工的这银手镯肯定是贵多了。毫不客气的说，我就随便拿出来一个，就这一个，买个30克的银手镯，完全没问题啊。2角银号一个，它是银元的1/5重，2角是5.4克，正好是26.8的1/5，因为过去是银本位，重量很标准。你毁坏10个，那就相当于是54克的银子，9银1铜的含银量。打金师傅确实很累因为他比较硬，由于他不懂啊，他犯下来一个错误。我们常见的都是那个广东龙号，而你这些东三省呢确实少见，所以比其他龙号贵。你这些状态，这一看，这都是深坑美品。你看一窝货，而且都带彩，壁面包浆都一样，属于原汁原味。品相各方面来看的话，也算是小精品吧。虽然说银号个头小，但是它不易保存啊。结合着你这些品相，你看有光绪有宣统，我感觉这现在哪一个市场价都得在300以上了。我的天哪，一个300多的话，那我回牌那出来个不是3000多了吗？那对呀。那这我可亏大发了，我婆婆可没告诉我这样。恁婆婆不懂很正常，她毕竟她是一个普通人，她哪知道这银号的一个能值多少钱？他们都知道这完好无损保存下来，你平时缺钱也不舍得卖，一代人一代人的往下传。你这倒好，拿去加工银手镯，实在是太可惜了。都怪那个打金师傅，他如果不给我回牌的话，我说拿着去买新的，那剩下的钱我还有很多的。那你这也不能一味的怪别人啊，对吧？毕竟是你找别人去加工这个手镯了，你送上门的生意，人家不至于把你往外赶啊，对不对？怪就怪恁俩都不懂，回就回了。反正现在你也知道不晚，这剩下来对不对？还有好些嘞，以后别回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对，你说的对，你说的非常对。好奇害死猫，都怪自己不懂。对，谢谢你的鉴定啊，老板。没事。我的身后呢是鸡公山，今天呢在这里遇见了一位大娘，这个说吵就到了，大娘已经来了。可把你盼来了啊！我都今个星期天有时间平常我没有那个时间。行，把你的这个长臂拿出来我看看。好嘞，俺家祖传了一块冤大头。冤大头跟人的都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又带龙又带凤的。这肯定不会便宜了吧？你还别这么说，你这个银元啊，还真不是普通的冤大头。你单看甲壳这一面，它就是冤大头。你反过来带龙又带凤，这种叫龙凤一元。那我要听你这样能说，我都放心了。没有想到还真有这样的银元嘞！这不常见的银元总是不会便宜了吧？这个价格怎么说嘞？因为你这种龙凤银元是样币，如果是真的话，那确实是不便宜。我看你这个品相还不错嘞，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吧。像这种样币的话，咱普通人家里边一般可没有啊。你这是搁哪来的？其实也不是俺家传的。俺邻居他去年借我500块钱，他都不讲还的事儿。他拿着这个银元来抵账的。500块钱按理说也不多啊，拿个样币给你抵账，咋说也不现实。我给你讲一下什么叫样币。样币啊，就是这个银元经过设计铸模，就等这个造币厂大量发行的银元。但是银元在过去啊，它是属于法定货币，发行与否啊，造币厂他说了不算。得经过政府部门的同意，结果这种龙凤银元啊，就因为有这个封建色彩，你看它上面印的又有龙又有凤嘛，所以就给搁置了。我们市面上见的龙凤啊，只有1角2角的辅币，这种主币啊，就简单的做了一些样品，所以样币啊，就是类似于这样出来的。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这不是都是少吗？对，这少了好啊，那你要是少了，它都是贵了。我想着他给我个冤大头都中谁知道他给我个这儿？您的感觉是对的，就像普通的冤大头啊，给你抵500块钱你都赚了。
你看8年了咱都不说了，因为8年了冤大头比较少，任意一枚3、9、10年的冤大头，只要壁面不带戳，都能卖个1000。但凡壁面带戳啊，你也能挣钱，因为带戳的冤大头现在也不便宜啊，带戳的现在也带个7、800了吧？那你说的我咋越听越迷糊嘞？你不说的比常见的那冤大头贵吗？你刚才说的是啥样的样币？这到底管值多少钱？你这个样币啊，可能得让你失望了，因为我看这壁面压力啊，这都不对。首先可以肯定一点了，这个样币啊都是出铸全身的。你细看一下你这细节，尤其是它这个龙缝的细节，壁面没有流动痕迹。你看它这个龙缝都磨平了，包括龙纹，包括凤尾，这都不清晰。所以仅凭这一点啊。我劝你还是把这个银元还给他，直接叫你那500块钱都行了。你这老婆你还是真是的啊！你看我找你不容易的份上，你都给我报个价钱呗。哎呀，这个样币啊，咋说嘞？报价是可以的，我也看出来了，你这是对银元啥都不懂，不然也不会轻易的要这个龙凤银元了。说实话吧，你拿过来的这个银元啊，我看着不对。你包括它壁面，虽然说有包浆。但是它这种包浆不是一眼开门，壁面压力啊，它各方面都不过关。你可以通过它这个边尺来看一下，你看它的边尺是整笔划一眼价，也就是26.8克重的真银假币一枚吧，市场价也就200多块钱。那我听明白了，那你的意思这副个银元都是个假的了？既然是个假银元，它分文不值啊，你因为啥还要给我200块钱呢？那给你200多的意思是值一个银子的价钱。虽说你这个银元不老啊，但是它不是民国12年发行的，它好歹是用26.8克重的银子做的。你也知道银子它是有价值的，对吧？它有成本。在我们行内啊，这种银元被称为真银假币，不老不倒带，目前也就是一个银子价。那我知道了。你怪不得你叫我叫银元还着呢，原来的这里头那么多的讲究啊！我平常我管捡个大漏的。大漏，生活中哪有那么大的漏啊？基本上像这种样币啊，在过去它都有人收藏了。其实它就好比北上广深的豪宅，如果主上之前啊没有去购买，你恐怕后人他估计也没有。他即使有，对吧？你想想，别人也不会轻易当元大头给卖了，因为像这种银元啊。大家的价钱都是问了又问，所以像你这种小白啊，不懂都白去捡漏了。你回去还还给他，把你那500块钱还要回来。那你说的对，那既然不值钱了，我都还给他，我还要我的500块钱。对，把你的钱要回来。麻烦你了，这是没事，对不起了啊，不用客气，没事。你抓紧来吧，只要能帮你个忙就行了。好嘞。我这开出租车好几年了，打扫卫生的时候啊，找出来一个银元包，你帮我看看值不值200？我看你这个银元包个头可不小啊，只卖200块钱，你这是要当破烂卖啊？我看看啥来。像这种假银元包啊，它不就是100-200块钱吗？我看古玩街上卖的也就200-300块钱。你这个是标准50两的银锭啊，这顶面包浆，这是一眼大开门，这和古玩街上摆的那种工艺品区别很大啊。这么大个的东西，肯定得有人找你啊。确实有人找过我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谁知道像这个东西咋会滚到这个后座角落里呢？这一次换地毯的时候才看到。那像你这种钉子啊，在车上来回颠簸很正常，现在找到也不晚。你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道光年月，文水县周昌期。这一看啊，这就是过去山西的50两商锭，品相保存的非常好。这个钉子确实少见，我建议你啊，抓紧时间联系失主。失主确实联系上，他当时告诉我这是艺术品，价值可能也就几百块钱，愿意给我拿200块钱的好主费。拿200，那直接给失主联系就行了。同样是200块钱，也总比你胡乱卖给别人强啊。联系失主，那说不定失主一开心还请你吃顿饭嘞，再一开心说不定多给你几百的跑腿费，对你来说也是赚了。这真200块钱卖了，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理儿，关键是我的一个车友，他愿意给我出1000买走。你看卖了这亏不亏啊？1000买走200%巨亏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不是什么艺术品，像地摊上的艺术品啊，首先和这个区别很大。像地摊上摆的那连银子都不是，大部分都是那种铜锌合金，50两的银锭是3斤8两重的银子，它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再说了。你1000卖了，这算咋回事？这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再说了，他只给我200，别人给我1000。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啊？你这种行为啊，叫见钱眼开，这种想法不是啥好现象。你这幸亏1000没卖给别人，
不然啊，你净是给自己找麻烦。像地摊上的艺术品啊，它那上面的字口，哎，它都可以随便打，而你这个是道光，距今将近200年了。如果打个康熙、顺治，它年代更久远、更值钱。但是真正的50两银锭，这道光年间呢，已经算是时间够长了，常见的都是光绪年间的。而你这个字口啊，非常清晰，是我所见过的银锭里边最清楚的。你想想，就这3斤8两的银子，你都是卖破烂，这也管卖个1万多块钱啊！咦，这么个东西，你我来管卖1万多吗？卖银子的话，这没想到咋那么值钱？这你想想，谁会傻到去当破烂卖嘞？我就随口给你举个例子而已。细看你这个定型啊，状态还不错嘞。你看翅膀比较漂亮，你包括它上面的字口，还有包浆，还有底部的蜂窝，这和地摊上的艺术品区别很大。就目前你这个完整性，我最少啊能给你估到14、15万没啥问题。14、15万？对。乖，能买我一辆全新的电动出租车了。那是。这个价格一估出来，我就非常有底气了。给他要个1000把块钱的好处费很简单。你能这样想就对了。虽说啊，硬给别人要好处费，哎，不文明，但也比你私自变现强1万倍。要钱你也是理所当然，毕竟啊，他耽误你跑出租车营业了。另外加上车油费给你1000，人家失主意见也不大，哎，反而你卖了，这个性能它就区别很大了。你说的对，老板，对吧？这个银锭啊，你像目前我需要注意什么？送过去，到时候他说我给他弄坏了咋弄啊？弄坏了倒不至于。因为你这个银锭它价值是10几万的东西，所以你拿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别给人家磕了摔了。另外就是你在放的时候啊，尽量给它找纸或者找那种破衣服破套子，给它多包几层，省得摔着磕着碰着。哎，以后对吧？以后省得有啥麻烦。哎，你看。行，老板，我再注意点。我现在我都来找了。对，非常感谢你啊！没事。我这新交了一个男朋友，第一次见面就送我一块带了双龙的银元，我这上网一查，竟然价值几千万。银元上带双龙的应该是双龙寿制品，如果是真币的话，确实是价值上几千万。第一次见面送这个很不现实，我来看看。这有啥不现实的呀？银元我都给你带过来了，你自己帮我看看，看中的话多少给你优惠一点。哇塞，果然是双龙寿制币。看这币面的银色，确实是银的。不过传说中价值几千万的双龙寿制币是1两嘞。你看你这个是72分。咱说句掏心窝的话啊，这第一次见面就送给你一块这么贵重的银元，这看来你这个男朋友家庭条件不错。我这个男友他家以前确实挺有钱的就是现在手里缺流动资金，准备给我借10万做事儿。借10万？我没听错吧？第一次见面就准备给你借钱，这可是来者不善啊！虽说送给你一块寿制双龙币，这在你手里边还没暖热乎嘞，就给你提借钱，那你这多少得小心点了。咦，这有啥好小心的人家价值几千万的银元都在我手里嘞，他都不怕借10万，准备去把这银元拍卖掉。就算我们俩合作，我觉得这事儿啊得从长计议了。首先可以看出来，你对银元的了解是一个小白。银元其实分家传和购买2种，如果是祖辈传下来的，大多数都是真币，只有少数的老假。而中途购买的话，那就比较纷杂了，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仿币和这种真银假币。你绝对放心好了，我们已经找专家看过了。我男友这个是真币，你看他那个光字下面有脊柱纹。你这啥都不懂，连脊柱纹都知道，看来能跟专家没少沟通。你还真别说，这个光字下边确实有脊柱纹，但是带脊柱纹它不一定是真币啊。脊柱纹是银元铸造的时候压力过剩产生的。你先打住吧，我不想听这些专业知识，我就想知道这个双龙银元现在一块你最多能给我多少钱？可能我给你报的价格会让你失望透顶。先来说一下这个双龙寿制币的来历。其实这个银元啊是为慈禧祝寿而专门铸造的，所以当时铸造量并不多，也就几块而已。据现在可知的啊，路面呢也就3枚，其中2枚在博物馆。博物馆你应该知道，那里边的东西啊都是不卖的，其中有1枚啊就是在我们个人藏家手里边，当时通过拍卖的价格确实是2000多万，但是现在过去好多年了，溢价也就是说你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因为这个定价权在个人藏家手里边。而据可知的双龙寿制币啊，
都是1两的。你看你这个是7弦2分的，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壁面压力太服了，包括它这个边齿，你可以看一下，这都是整体划一，连高仿都不是。这一看啊，就是现在的机制壁，市场价200-300块钱吧，几百块钱吗？对。那我男朋友当着我的面，我们俩一起咨询的，人家专家就给我们报3000万，这是咋回事啊？这很正常啊。你别说给你报3000万，就是给你报5000万，报1个亿又能怎么着啊？他们的报价不等于卖价，你随便给他们拍几个头毛也能给你报几十万，他们就是靠报高价来吸你的费用的。再说你卖音源也用不了10万块钱啊。用不了先备着嘛。因为去外地人生地不熟的，那是多准备点钱还是应该的，以后卖了钱还还给我的。你拉倒吧，你见过谁卖东西先给别人钱？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音源就值200-300块钱，你对于这个不懂行的东西啊，千万不要妄想着能捡大漏发大财，挣钱啊还得脚踏实地，一分一分的挣。建议你啊，把这音源还给他还回去，这个钱也别乱借人。那好吧，我回去多了解了解再说吧。谢谢你啊。没事没事。我真是没想到，这俺家传4斤老音源竟然都是铜的。只可惜啊，这75块老音源，不值啥钱。你这个音源真假我看没问题啊，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啊，这谁告诉你这是铜的呀？我小叔说的，他说只有铜的才会生锈，他分了70多块都当铜卖了。这个当铜卖实在是太可惜了，音源它本身的含银量就是9银1铜，你这是个别里边你看带铝锈，这种铝锈啊都是受潮引起的，其他大部分你看这品相还都不错啊，这无伤无戳，这都是铜货。假如75块音源当铜卖的话，这可是巨亏啊！再亏我也没啥办法啊，毕竟这些东西都是家传下来的，没啥成本。好歹4斤音源，俺小叔给我1000块钱嘞。那家传下来了，再没成本也不能当铜卖啊！4斤1000块钱的铜很离谱啊，黄铜白铜哪有几百块钱一斤的呀？铜价也都几十块钱一斤，这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也没有卖过破烂，具体铜价多少钱一斤我也不知道。让我想不通的是这音源说不是假的，为啥它会生锈嘞？那个音源生锈属于太正常了，因为音源就是9银1铜来调配的，音源是流通货币，如果全部用镀银的话，容易变形磨损，不利于流通，所以才搭配1成铜。而铜啊，它遇潮它就会生这种铝锈。基本上啊，像你这些带铝锈的，应该是之前放在潮湿的环境下了。这是一眼大开门的报奖，真假没问题。如果是假的呀，他就按铜价算了。为什么那小叔要给你1000块钱嘞？他说的生铝锈就是假的，1000块钱是给我按破烂收的，多出来的钱就是赏给我了，说的。哎呀，那你这个小叔办事也太不地道了，很明显他这是在咋呼你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这4斤75块音源，你就是按破烂卖，按银子价钱，这轻轻松松1-2万了吧？更何况你这只是一小部分带铝锈了而已，大部分这品相都挺好啊。我跟你说，俺小叔这个人吧，他平时就是这样的，靠油嘴滑舌忽悠别人，没想到他连我都想忽悠。你看看这一块能给我多少钱？反正你这人也没上当，其他多余的话咱也不过多讨论了。你这呀，大部分都是冤大头和传样。先说你这里边啊，这些带铝锈的和传世的这些品相，唯一差别就是带褒奖。我们经常说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有些客户他就喜欢这种带褒奖的。你这剩下的大部分，这都是常见的年份，你包括你这传样也一样。23年这个年份啊，说实话，它的发行量也是很多的，它和冤大头里边的3、9、10年价位是一样的。我没看到这里边有什么斑，这壁面这都是通过状态吧，无伤无戳。我大概给您按1000一个，75块，这基本上都是7万5的行情价了。我没听错吧？没听错。75块音源给7万5。对。那4斤的话，1斤接近2万了。对啊。这一颗花几十块了。那你如果细算精确到颗的话，那一颗确实是几十块钱了。主要是玩音源啊，它不是按银价算的，主要是看它的品相和这个状态嘞。那幸亏我没卖给俺小叔啊，那是，不然净赔7万4啊。这不懂，真是隔行如隔山啊！这隔山倒还真谈不上，因为你这些啊都是大家常玩的音源，它这个价格呢非常透明，75块给1000块钱，相当于是瞎猫撞死老鼠，想蒙你嘞。
正好你这也没上当，哎，价格差不多都这样。如果以后你想急用钱的时候，你这都可以随时变现出手。别说了，老板，你这人太实在了。没事，不了解的我也不知道，这一了解，真是让我吓一跳啊！这个活到老学到老，这银元说实话，你也别用这种袋子拎着了。咱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一不小心，啪，哎，再弄掉一块，这损失就大了。我这给你，没事，我再给你送几个盒子，然后你用薄荷盒子装进来会更好一点。走，谢谢老板。没事。